你有去看过蛋黄区的华夏吗？你觉得可以买吗？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产权有争议的房子能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蛋黄区华夏能买吗？这是一位观众来问我的新闻你看那先说结论。我觉得可以买因为这间房子在蛋黄区，又离捷运站近，不管你是要出租还是出售，都很好处理。那我们之前有一支影片在讲说，为什么老屋越长越凶嘛那轻轻一碰它就跳起来因为里面就有讲到说，全台湾超过35%的房子屋龄已经超过40岁了呢，尤其是台北市跟新北占比最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回去找找看影片。所以基本上只要屋况不差，其实都 OK 而这间是华夏有电梯呢，这种物件又比我们之前讲的健身公寓好一个档次，因为他老人也有办法买那他才有办法住嘛，不用爬楼梯，所以屋况没有什么问题，投报率合理没有什么管理啦，不会有管理的。华夏通常养不起管理员那我实在想不出什么不要买的理由投报率又合理，所以你要知道买华夏要注意什么。其实也没什么要注意的，就跟你买中古屋都是一模一样的流程啊，该换的管线你有钱你就换一换，然后要随时注意一下那个电梯的状况小规模的华夏可能就一栋，然后左右两边，然后各自7楼这样这样才14户你要去雇那只电梯会有那个花费那也有华夏的社区就好几栋，对，那个就会有管委会有管理员对，那反正就是电梯啦。华夏在我看来最麻烦的都是电梯电梯如果一出事大家赶快分钱，然后分摊这个钱，然后去做维修这样不然楼上都要爬楼梯然后你还要防守一件事情，就是1、2楼在靠北说不要这个我又不会搭所以我不要付之类的，通常都愿意付了。但我现在讲是蛋黄区的华夏蛋黄区的华夏。如果你今天看的是蛋白区或蛋壳区的华夏那你就要多想一下了，因为40年、50年的华夏它本身就很紧绷，而且40、50年前在盖房子就不会好好盖，你知道，那时候它要抢建所以就能怎么盖就怎么盖越快越好这样。那你基本上你加一点头期款，就可以找到屋龄大概在30年以内的华夏电梯大楼，实在没有必要去买那个超过50年屋龄的华夏。我说蛋白蛋壳那以现在的政策环境就是买来要长期出租5年以上，那你买了你再放5年那你就是蛋白蛋壳区50年以上的华夏，这等下听到又不会买，对不对？那如果是蛋黄区50年以上的华夏，哇，真香因为它有很多用途，可能它学区很好那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家就是想要当天龙人天龙人你总价低的东西，那都有它的状况跟现象，比方说屋龄就是很高之类的那老华夏就是符合这一点。最后你要知道地段是真的很重要，像自产客、投资客在看房子最重要的是地段跟投报率，这两个好出租的话它就会好卖，基本上你就进可攻退可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蛋黄区华夏，你相不相信银行看一看也跟你说这个贷8成可以，贷8成30年可以这不是很奇怪吗？这银行自己也知道屋龄大家都已经50年屋龄了，那你去送银行，银行大概看说这个要30年会有状况，不过20年可以。好，那也就是说银行自己敢放，就是银行都帮你评估过了那银行都不紧张了，你就没有必要太紧张，下一手也会好贷老屋就是这样它有可能它贷款成数没有办法就做好做满，跟那个年限的问题年限的问题。不过还好，因为它总价低，所以它总价低的话，人家同一笔头期款它一样是买得下来的。那基本上你就是进可攻退可守我们讲贷款的事情，就以蛋黄区的华夏来讲，我随便讲台北市东门捷运站旁边那个金华中的金华你贷款要贷到8成都不会难，它可能在年限上会比较低啦，比方说30年不行就只能20年之类的但是你要贷款到8成蛋黄区老华夏应该都 OK 那偏偏同样条件的房子，你放到蛋白蛋壳区，它就很难贷款，可能就只有5成6成那5成6成变成你要自备到4成5成的头期款，你同一笔头期款你不如就去买一个正常物件，然后来贷8成，这个就是蛋壳蛋白区他们
老房子很难脱手的原因哦。那不要忘了，你现在在你这一手你就贷不到80%，你过了5年之后要接手的人他怎么贷哦，会更难脱手。哦，但是如果你买的是25年的电梯大楼，它也不过是变成30年的电梯大楼，还是很香啊，还是很香啊。哦，你看我们前面讲的数字，如果你超过30年以上的房子数量已经占全部市场超过40%了哦，所以不是每一个地方的50年华夏都可以买，就蛋黄区哈。那银行就是你的筛选关卡，就银行能贷80%，那大概都 OK 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蛋黄区华夏可以买吗？我的结论是只要屋况不要太差就可以。哦，考量地理位置及投报率，即使屋龄超过50年的蛋黄区华夏仍然适合出租或出售，因为台湾有超过35%的房子屋龄都超过40年了，所以你要买到蛋黄区的房子哦。其实也很难找屋龄小的，如果真的有屋龄小的5年内的哦，那天价。好，那并且我也建议你要买华夏的话，要特别注意那个电梯维修成本，最好再额外准备一笔钱哦，随时准备修电梯。另外，我也建议你蛋黄区的50年华夏，因为地理位置好啊，要贷到80%还是有机会的。但是蛋白区或蛋壳区的50年华夏会比较难贷，还不如捏一下，直接上20到30年的电梯大楼。你付的头期款真的差不了太多，甚至还比较低哦。最后我想问你啊，你有去看过老华夏吗？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讲八卦。华夏这种东西哦，它是中间产物，就是比公寓强，比大楼逊哦。就一块土地，一块土地哦，能够盖大楼，它不会去盖华夏的哦。那当初的规划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然后老华夏都有一定屋龄啊。虽然我知道有一些像中南部、台南、从化区还在推华夏。新案哦，还是推华夏甚至还有公寓哦。不过那个先不讨论哦。我们印象中华夏就比较老，然后通常就孤零零的，可能它就一栋哦，左边7户，右边7户。华夏就是10楼以下了哦，10楼以下，然后超过5楼，所以它有电梯哦。那你就14户而已，你怎么养一个24小时编制的管理员？好，这是一种现象。有华夏社区哦，就很多栋都是华夏哦，那个就你就当电梯大楼用就好。都市传说中就是华夏的贷款会有障碍，跟大楼不一样，但我们自己实测是还好啊，差不多都一样。那只要你是蛋黄区就没什么大问题。老华夏它的问题，它通常就如果有车位，很容易会出现那种机械车位。机械车位这种东西啊，在20-30年前，甚至30-40年前，你看它屋龄是很潮的东西就很屌啊，变形金刚什么有没的。那现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华夏很容易会出现这种机械车位，然后其他真的就是看你们社区自己人怎么管理了。这个社区好不好，社区有没有烂掉啊？就是看你们这票人自己平常敦亲睦邻维护的怎么样。华夏如果遇到电梯坏掉，这真的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电梯坏掉的话就是钱。那钱的话，你看如果你是孤零零的那种华夏，你左边7户，右边7户，那大家就14户。可能就要换电梯，不是说换车厢可能他楼上的电机通都要处理，这样子弄一弄可能70-80万加车厢一起换的话，就这14户要分，这就是老华夏的风险所以如果你要买华夏，除非它是超级地段超级漂亮，它就是孤零零没错，可是它就在捷运站出入口，否则的话你还是尽量往大楼去找有管委会的那种，有管委会管理的好不好，烂不烂，那个是另一回事，但它就是有管委会华夏也有啦，反正就都要登记啦，不过那个有跟没有一样那华夏的问题这个我自己有一间，所以华夏你说有什么问题？我是那个社区集合型华夏，没什么问题啊，都当大楼住啊，你不讲人家也不知道就想说这里是大楼那屋龄老然后很多都还是那个瓦斯桶，还没有天然气那你想要把它改成天然气也没办法改，因为那个不是说你家这户管线的问题，是那个外面天然气公司怎么样挖路把它埋过来的问题。对他有没有买房？有，为什么？因为它比电梯大楼还要便宜一个档次比电梯大楼还便宜。比方说经济上比较，我们不能说人家没实力，是现在房子的新成屋实在是太贵了所以一般的上班族或那个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他需要电梯啊。什么人需要电梯？就老人跟小孩，家里有老人跟小孩的，那他需要电梯，然后他又买不起新大楼那看一看，这个也有电梯啊，这个也有管委会啊，
虽然住户啊年龄看起来都很大哦，不过就有电梯啊，所以他们会考虑的，因为它的总价就是会比新大楼哦还要便宜一个档次，所以很好脱手哦，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跟问题。老华夏这东西，我不知道这个观众在问我，他就是觉得说，第一个是屋龄的问题嘛再是他听到华夏他不熟悉，他觉得很奇怪，就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不是公寓跟大楼跟透天吗？怎么会跑一个华夏？没有，华夏一直都有我都觉得它是过渡产品。一块土地前面讲啊，你能盖大楼，你干嘛盖华夏？你的楼层差那么多，可能当初的土地就不够大块或是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要抢着盖，所以来不及去摆平土地的事情，他们就先盖了。对啊，老华夏蛋黄区没什么问题，很香跟你分享。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了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我的心得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自产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不是你喜欢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三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哎呀，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啊，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那变成说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啊，然后漏水又壁癌就 OK 啊。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我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低楼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看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都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
出租哦，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哦，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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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哦，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哦，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